经常有网友问，听说蒸烤箱蒸包子没有蒸锅好，借着上个视频的东风，我顺便做了一些测试，主要是想跟大家一起看一下普通蒸锅、电蒸锅和蒸烤箱之间纯蒸效果的区别。首先蒸虾，因为虾熟的过程比较直观，所以对比蒸虾主要是为了看各自的速度，虾底部是不加盘子的。摩飞速蒸锅速蒸模式8秒上气，总用时3分钟。我这个燃气蒸锅最大火力上气需要5分钟，上气后蒸了3分钟，总用时8分钟。这台台式蒸烤箱大概30秒内上气，总用时5分钟。这台嵌入式蒸烤箱大概1分钟内上气，蒸到5分钟时虾还没有完全变色，预估总用时大概需要7分钟。北鼎电蒸锅速蒸模式1分钟上气，总用时5分钟。总结就是用电的这几个，因为做了特殊设计，上气速度都会比传统蒸锅快很多，都在1分钟以内。但上气后蒸食材的速度只有摩飞速蒸锅跟传统蒸锅接近，结合它们的功率和容量，不难发现，相同功率下容量越大，需要的时间越长。所以大家在选择这类产品时，如果关心速度的话，可以结合容量和功率来考虑。至于味道，我个人是吃不出明显区别的。第二个，蒸包子，我把所有包子同时发酵，分别在每个锅的上层和下层各放了一个包子。因为数量少，普通蒸锅和摩飞最大火力蒸了10分钟，其他全部12分钟。现在把出炉的成品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在我不告诉他们谁是谁的情况下，不知道大家能看出区别吗？为了找茬，我真的一口气吃了4个半包子，顿时觉得自己胖了10斤。结果是只有我这台嵌入式蒸烤箱蒸出来的包子，底部吃起来有点没有发起来，没有蒸透的感觉。因为这个容量太大了，有60升，我只蒸了12分钟，时间没蒸够，表面也相对摸上去要干一点。另外几个我可以100%肯定的告诉大家，只要你不是特别敏感的人，就这几个包子而言，现在的成品不管是手感还是口感，都是感受不出任何区别的。现在来看一下每个的出锅状态。燃气蒸锅的下层馒头出锅，你会发现底部稍微偏湿一点，但是实际吃起来的口感是不觉得偏湿的。我这台嵌入式蒸烤箱是60升的，出锅状态你会直观感觉好像有点干爽，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容量太大，时间不够长，没有蒸透的。台式蒸烤箱是26升，出锅看上去也会觉得有点干爽，但是实际吃起来和摸起来都是不觉得偏干的。北鼎的出锅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。这个是摩飞的。对于嵌入式蒸烤箱，我又重新蒸了2个，这回是蒸足15分钟。再来看一下效果，用普通蒸锅同时蒸了2个，跟它对比。所以通过上面的实验，我觉得相同面团、相同发酵程度下，控制好蒸的时间，蒸锅和蒸烤箱蒸出来的包子吃起来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。接下来我是想看看各自的水汽滴落情况的，于是我用10个鸡蛋、1.5倍温开水搅拌过滤，分成5碗，来看看各自水蒸蛋的效果。我想着如果水汽会滴落的话，那水蒸蛋表面肯定会不平整的。于是蒸烤箱设置了12分钟，蒸锅都是10分钟。结果你会发现，哇，对于蒸蛋来说，蒸烤箱简直是 YYDS， 太完美了。3个蒸锅的差别不大，都有小气孔，可以看出上面有一些气孔。但是我粗略的吃了一下，口感倒是好像没什么明显区别的。吃着吃着，我忽然想到火候也会对水蒸蛋的光滑程度有影响，所以我这次决定不放任何食材，直接放一个空盘进去蒸，然后来观察各自里面的水分情况。所有盘子都保持干燥状态放进去，空蒸30分钟。结果关于水蒸气会不会滴落这个点，蒸烤箱确实是做的最好的，大禹的里面一滴都没有，凯度能倒出1滴。普通蒸锅可以看到一些积水。
北鼎也是有一些积水的，摩飞也有。其实想想原理，忽然好像也明白了，这个水汽滴落主要是锅内水蒸气蒸发上升，遇到锅盖时冷凝成水珠，又滴回锅内。北鼎和摩飞可能做了一些设计，让它不容易滴落，但无法避免它一滴都不落。但是蒸烤箱是一个密封性很好的箱体，它里面的温度是相对恒定的，水蒸气在里面是不容易形成水珠的，更不用说滴回去。对了，好奇心又让我试了双层蒸的情况。普通燃气蒸锅双层蒸的时候，下层积水还要更多，蒸烤箱照样是上下几乎都没有水的。下面再来比较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细节问题。首先是他们在运作的时候的声音，我们分别来看一下。第二个是水汽排出量，燃气蒸锅因为我这边都是白色的，所以不太拍得出蒸汽情况，但是如果不开油烟机，那周边墙面上基本都是水汽。嵌入式蒸烤箱是从门缝间接性排气的，这个量也是很少的，周边墙上是不会有什么水蒸气，但是打开的瞬间会大量涌出。台式的是从顶部少量排气，使用中也不会感觉排气量很大，主要也是打开瞬间排出。北鼎和摩飞的速蒸功能排气量大家可以直观对比一下。最后是蒸的过程中的加水方式，我来分别演示一下。其实比完后会发现出来的几种食材的口感都是比较接近的，最主要的区别还是具体功能和使用上的便利程度，关键看哪个更适合你。现在来帮大家总结一下，这两个的具体区别上个视频都比对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上一个。总的来说就是摩飞其实核心功能都有，比较适合追求速度的朋友。北鼎蒸炖锅它其实是结合了蒸和隔水炖的，细节和配件都比较吸引人，适合喜欢蒸炖、看重颜值还有台面空间比较紧张的朋友。大宇台式蒸烤箱是结合了蒸烤、热风烤还有蒸烤功能，单就蒸的功能来说，整体速度跟北鼎接近，可以真正做到水汽不滴落，容量也比较大，圆盘、方盘随你放，摆放拿取都是比较方便的，可以预约定时，但需要占用一定的台面空间。对于也需要烤箱功能的人来说，是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嵌入式蒸烤箱从刚才测试可以看出，因为容量比较大的原因，它纯蒸需要的时间会比其他小容量的长。容量大影响了它的升温速度，但容量大也是它的优点，比如可以一次性蒸很多菜，就看对你来说是不是需要大容量。同时有上下烤、热风烤等等很多其他功能。烤的功能下，它功率是2800瓦，是比较大的。相比台式的最大优势还是可以嵌入到柜子里，看上去整体性更好更美观。它是有安装开孔要求的，所以适合新家装修的朋友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，今天来拍一下我家厨房。因为很多朋友都私信我说想看，其实这个厨房已经装修好2年多了，那时候我也还没开始拍视频，所以并不像有些网友说的是为了拍视频才装修成这样，主要还是因为都是自己设计的，所以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，不会受任何其他因素影响。现在我来逐一介绍一下。这个厨房原始面积是只有4平方左右的，大概到那个位置就有点太小了，所以我把它扩到了这个位置，不算冰箱，大概6平方。厨房是开放式的，再过来就是餐厅，变成餐厨一体。餐厅是做成了卡座的形式，我自己觉得很好，很适合小户型，现在也很流行这种方式，省空间而且给人安全感。然后这一圈相当于餐边柜、破壁机、烤箱、除湿机，然后这边呢放了一些牙签、纸巾之类的小杂物，这样可以保持餐桌整洁。餐桌是90厘米直径的，最多大概能坐5个人，但是我感觉还是小了一点，所以我准备换个大点的。卡座下面是抽屉，上面做了吊柜，
收纳空间比较足。然后我家所有柜子除了厨房都是没把手的哑光烤漆柜门，这样看上去就像一个墙面，没有什么存在感，也会显得空间更宽敞一点。接下来我可能把这一块也改成厨房区域，后续再继续跟大家分享。餐厅过来是放了一个西门子的双开门冰箱，容量巨大，被我装得满满的。大冰箱有时候无形中就会鼓励我们一直买。然后再过来是一个夹缝的拉篮，本来比较适合放酒水，现在被我放五谷杂粮，我觉得也挺合适的。再过来是一个高柜，上面主要是用来储物的，顶上放一些不常用的烘焙烤盘，中间是烘焙的食材，下面是较常用的做中餐的调料食材。然后这中间是一个凯度的56升嵌入式蒸烤箱，下面全部做了抽屉，一共8个抽屉，还有一个那个燃气灶下面那个是假的。抽屉上面2个矮一点的都是放工具类的，下面4个放各种锅啊、小家电这些。反正我储物的原则就是轻的放上面，重的放下面，常用的放在方便拿去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抽屉我其实想把其中1-2个变成双层的那种拉篮，因为现在感觉上部空间是有点浪费的。再过来是碗碟拉篮，我是装了2个酷泰的，它是太空铝材质，质感还是蛮好的，可以双层抽拉，更好的利用空间，就是比不锈钢那种价格稍微贵一些。把手我也是选的这种色调，有点复古黄铜的那种感觉，但是我当时本来这边是不想要把手的，是想要那种按进去弹出来的那种抽屉，我老公就是没有找到对应的那种拉篮5金，所以就只能做成了这种把手。上来就灶台，燃气灶很多人问，但是这个已经停产了。我装修那时候白色燃气灶真的很少，但现在很多了，你们可以搜一下其他牌子。在上面就是比较网红的吸油烟机，是老板牌的，颜值是很高的，也很好清洁。吸油效果的话，对我来说是可以的，但如果你喜欢爆炒，可能不怎么够。右手边是调料区，常用的我是喜欢摆出来的，这个也是调料收纳的，收纳一些粉末状的。然后这个呢是宜家的挂杆挂篮，我是打孔安装的。这上面的吊柜我也是放的各种调料，因为我做菜喜欢各种尝试，西餐日韩料理都会去做，所以调料比较多。在上面是一些大一点的盘子，左手边的吊柜上面是放一些面条啊、泡面，下面是放一些收纳盒，还有还是调料。再下来是锅盖架，这个是3层的锅盖架，然后用的是免钉的方式。然后这里弄了2个纸巾收纳的，一个是吸油纸的，一个是普通纸巾的。然后这个吊柜下面我都装了手扫灯，这个是装修时候装的有线的，手扫灯确实很好，推荐你们装。再过来这里是壁挂式的洗菜机，我配了2个头，这样可以生熟分开洗。下来是沥水篮，这个也是宜家的，我也给它做了挂墙处理。因为本身这个台面面积比较少，我就想着尽量不去占用台面面积，能上墙的就尽量上墙。再过来就是水槽区了，我装的是一个10英尺的大白单槽，缺点是容易渗色，其他就都是优点了。这里进水龙头也都换成了白色的，挂了蕾丝窗帘，窗台这个位置放的都是清洁用品。水槽下面内容也比较丰富，装了美的净水机、贝克巴斯垃圾处理器、摩飞的米箱，这里主要放的都是一些清洁用品。下面也装了手扫灯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我家还在总水路的地方装了全屋的净水和软水，所以日常普通的水也是属于净水的。再过来这个区域就一目了然了，就一个隔板，然后砧板架、竹制的磁吸刀架就不多介绍了。下面这里是一个西门子的13套洗碗机，洗碗机的话我觉得越大越好，但是功能呢我觉得简单一点就可以，具体还是根据你们自己的需求。这边是一个宜家的挂杆，挂了一些常用的小工具，这个是宜家推车，用来挂垃圾桶，这样扔垃圾就不用弯腰。再过来这边就相当于一个吧台的作用吧，反正就是放一些常用的小家电。这个摩飞的原汁机我可能马上就换成白色的，摩飞消毒砧板、大宇电饭煲、马克西姆入门级的咖啡机、伯乐宝的管线机。柜子里面就是放一些锅。
然后这个柜门这里放了一个收纳垃圾袋的，我觉得挺有用的。反正我平时那些塑料袋都是利用起来了，而且你收在柜子里面也不会难看。这个墙这里本来已经封死了，但是我觉得太压抑了，就让师傅给我挖了个窗。反正我就觉得这样回家的时候透过这个小窗，看着里面忙碌的身影或者闻着饭香，挺有家的那种温馨感的。最后来说一下这个台面，台面是实木的，会比石英石的难打理，但我一点都不后悔这个选择。台面高度也要注意结合自己的身高，我这边是90厘米高，所以洗菜一点都不累。切菜区也要尽量大一点，我这边被烟道和拐角打断了，所以只能在这边切。还有人问我灯光灯光的话我是装了2个筒灯，然后还有不是很有必要的吧台灯，纯粹因为喜欢这个样子。然后是2把的灯，水槽上的吊灯。另外吊顶因为我不喜欢集成吊顶，所以装了白色实木条。柜门是钢琴烤漆的，最好看最适合厨房的柜门工艺，没有之一。好了，基本把平时被问的比较多的点都讲完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评论区见。今天就先这样，拜拜。